本期继续手机对比全画幅相机，手机是 vivo X200 Pro。本期的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上期华为对比相机的节目大家看了吗？它的主摄还真是不错啊，但是它的长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败下了阵来。那么本期呢，我们选择的手机是刚刚获得我们 ZPH 颁发的年度最佳长焦手机奖的 vivo X200 Pro 来对比全画幅相机的表现。相机呢这边依旧是索尼的 A7M3 正在拍我呢。镜头配的依旧是那颗通用性非常强的一镜走天下的索尼24-24010倍光学变焦镜头。那如今手机影像的通用性是非常强的从超广角一直到中焦、长焦、超长焦、微距什么都有。那么正好呢，相机呢也是有这种所谓的通用性比较强的一镜走天下的镜头，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你拿着相机的话，配上这种大变焦比的镜头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大家了。关注手机影像，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摄影本身。像很多网友都在视频回复下方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了上来，那么摄影环节呢，依旧采用了这些网友上传的优秀作品。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些网友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身边的美好。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种设备的表现吧。相机这边机身就是 A7M3 2400万像素，镜头就是24-240这种一镜走天下的10倍光学变焦镜头，不是横点光圈24端最大的光圈是 f3.5，240毫米端最大的光圈是 f6.3， 但是这颗镜头呢是有光学防抖的。X200 Pro 后摄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3.7倍的2.1像素长焦镜头，但是它们呢都是定焦镜头。这台手机是没有光学变焦的没有光变。那下面咱们按照焦段对比呢，咱们就先说主摄。当然说主摄呢，说的肯定也是手机，相机那边用的就是最广的24焦段来跟手机对比。在硬件上最大的区别肯定就是感光器大小了，那对应到镜头上呢，就是相场的大小不同。相机这边的感光器呢，就是传统135胶片大小的全画幅感光器，手机那边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指甲盖大小的感光器在上期节目中简单的测试过24-240这颗镜头在不同焦段下、不同光圈大小下的成像表现了。总之这颗镜头呢还行虽然说它是一个狗头，就在镜头里边已经算是很差的镜头了，但依然还算堪用。在各个焦段、各个光圈下的成像表现呢区别并不大。这期在这方面就不多展开了，咱们直接看两台设备在主摄跟24焦段下的实拍对比。测试场景尽量选择上期的那些测试场景这样方便大家对比。只不过这次呢，天空中是没有云的拍摄当天万里无云，那就没有办法了。还有千万别指望相机拍摄出来的颜色能准，也更别指望手机。道理呢，上期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你们的显示器上看，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出来的色彩呢？喜欢相机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影像设备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解析力。那么在这方面嘛，相机这边还是要强于 vivo 的。vivo 的主摄呢，虽然说不差但是跟相机这边比呢，解析力还是要逊色的。
再看一组对比，这个场景呢，上周也对比过了。哦，对了，相机那边天空看着有些过曝的问题呢，还是到了扩张度跟后期的环节咱们再聊。那么解析力方面，依旧是相机的表现更好啊，细节呈现相机的更丰富。vivo 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A7M3 呢就是2400万像素。那么 vivo 打开了高清模式之后，解析力依旧是不如 A7M3 的2400万像素啊。当然了。X200 Pro 的优势呢是长焦，并不像上期的手机似的，上期的手机呢它的优势就是在主摄，所以这次主摄的对比结果呢也没有什么意外的。上期节目把景深的对比呢就放在主摄的后边了，那这期呢咱们也在这个环节聊一下景深的区别。相机这边由于镜头都是可以调节光圈大小的，那么它就可以控制景深，就是控制背景虚化程度的不同，来改变照片的氛围。比如说这组对比。左边通过强烈的背景虚化来突出主体，右边保留了更多的背景，突出的是照片的纵深，让这个环境呢更立体。那相比之下呢，手机就没有这个玩法了，就没有这个功能了。现在手机的长焦镜头，它的光圈都是不能调节大小的，所以在调节照片叙事能力方面呢，手机是肯定不能跟相机比的。还有等效光圈的概念，虽然说 X200 Pro 的长焦啊，在手机里边已经算底很大的了。1.4分之一英寸的，但是跟相机比呢，还是太小了。那么镜头的像长也就非常小了。你看它那边3.7倍长焦头的光圈是 f2.7 的，但是相机这边的光圈才 f16。那也就是说 ，X200 Pro 3.7倍的 f2.7 的大光圈，也就等效于全画幅的 f16到 f22之间吧。哦，对了。等效光圈说的只是景深，说的不是进光量啊。光圈值多大，进光量就是多大。如果相机这边想要更重的背景虚化，可以把焦段拧得更长。你比如说到了240毫米焦段，你看它的背景虚化就非常重了，而且这和镜头的背景虚化效果也挺好看的啊，挺润的。但是手机这边呢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就算到了10倍，它也只是数码变焦，它是不会改变景深的，而且背景呢也看着比较烦乱。到了超广角环节呢，就是手机的优势环节了，因为手机是有超广角镜头的。A7M3 那边虽然说配的是10倍光学变焦镜头，但是它最广的焦段呢只有24毫米，它是没有超广角的。比如说像下面这些场景，当时我就想拍超广角，这个时候我就拿起手机调到超广角就可以拍了。但是相机那边我没有带超广角镜头的情况下，我就拍不了超广角。那这个就是手机的优势啊。手机现在就是通用性比较强，从超广角到长焦呢，什么焦段都有，而且还便携。那在这方面呢，相机是没法跟手机比的。终于到了中长焦的对比了，也到了 vivo 的优势环节了，看看它跟全画幅相机配个狗头比会怎么样。对比先从2倍焦段开始比，相机那边是50毫米焦段 ，vivo 这边的2倍呢是等效46毫米啊。先说颜色方面，从你们那儿看，你们更喜欢哪边拍出来的效果呢？喜欢相机的打1，喜欢 vivo 的2。那么解析力方面，还是相机的更强啊。毕竟 vivo 这边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嘛。那现在就都是光学焦段了啊，相机这边是85毫米 ，vivo 那边也是3.7倍的85毫米。解析力方面，这回可就要考大家眼力了啊！两边的细节呈现都是很丰富的，但是相机这边看着非常的柔和。vivo 那边它是通过数码计算，通过锐化之后，让细节看起来很丰富，但是它的细节呈现呢，并没有比相机那边多多少。有些地方，比如说暗部呢，它会进行一些提亮，看起来细节更多。但是仔细对比的话，两边的细节呈现就说差不太多吧。不过 vivo 的3.7倍是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打开高清模式之后，跟相机这边比，这回就不用考眼力了。vivo 的解析力强很多。现在相机这边是240毫米焦段 ，vivo 这边是10倍的数码变焦，等效230毫米焦段啊。那么解析力方面，相机的强很多。拍10倍的时候，如果 vivo 不用10倍数码变焦，用3.7倍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拍，再对比相机那边会怎么样呢？结果是依然是相机的解析力更高。相机这边配的镜头最远的光学焦段就是240毫米了。那 vivo 那边呢，还有更远的数码变焦，比如说30倍，等效690毫米。那么这个时候的解析力方面，大家会觉得哪边更好呢？
放大后对比，相机那边的成像依旧是柔和的，就是因为放大的倍率太高了啊，已经变得很肉了。而 vivo 那边数码处理痕迹是非常明显、非常重的，但是细节呈现它是不会比相机那边更多的。那么现在大家更喜欢哪边的成像风格呢？喜欢相机的大1，喜欢 vivo 的大2。说完长焦呢，再说微距，因为 vivo 这台手机呢是有长焦微距的，也又到了它的优势环节了。A7M3 配的24-240的镜头呢是没有微距功能的，它就是拧到240毫米端，能离多近拍就离多近拍。微距效果呢非常一般，可以说就是没有。那么跟 vivo 比呢，在 vivo 3.7倍的情况下，看起来还是差不多啊，就不用放大了。但是 vivo 呢还有一个10倍数码变焦的微距，这个时候如果放大看微距效果的话，vivo 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前视的对比嘛，就跟上期一样了啊，就不对比了。因为相机这边，你说它相机这么大，它镜头这么大，让我拿着它自拍呢，我是拒绝的啊。所以咱们还是直接看人像的对比。人像拍摄，相机这边呢用的就是50焦段 f4.5 的光圈。当然，如果你要想要更大的背景虚化呢，你可以像前面聊景深那个环节一样，把焦段拧得更远。到了100毫米焦段或者240毫米焦段，这颗镜头的背景虚化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人物的磨皮美颜方面啊，肯定就没有手机有优势了。vivo 在拍摄人像方面本来就挺厉害的，它可以把人像数码处理的非常的帅气啊，非常的好看。那相机那边拍人像呢，就是非常的自然，该什么样什么样。拍完之后呢，您自己到电脑上愿意怎么 P 就怎么 P。说不好听呢，就是麻烦一些啊；说好听了呢，就是 DIY 的乐趣多一些。但一说到背景虚化呢，相机肯定是比手机更真实的。手机的人像模式，它的背景虚化都是虚拟的，都是计算的。如果仔细看物体的边缘、毛发的边缘，一定是可以看出瑕疵的。相机那边就是真正物理光学拍出来的啊，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相机也是更有优势的。宽容度的对比也是相机跟手机对比的重要环节，在上期节目中呢，这方面也说了不少。相机这种单帧成像的设备，在大光比的环境下拍出来的样片啊，很可能亮部过曝、暗部过暗啊，都会缺失细节。但是呢，如果你是用弱格式拍的话，就不用惊慌了，它可以很轻松的把亮部跟暗部的细节找回来。从这段录屏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说 A7M3 拍摄出来的原片啊，它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是有缺失的，但是它的全画幅感光器的能力是很不错的，它还是可以把亮部的信息跟暗部的信息保存在弱格式当中，只要你稍微调整一下，这些细节呢都可以再找出来。当然了，你也可以单独调整某一种颜色，比如说蓝色呀、红色呀啊，这些根据你自己喜好，也可以根据你的后期想法随便去调。这就是我反复说的，如果你用相机拍摄呢，你最好别用 JPG， 直接用弱格式拍。如果你用手机拍呢，那你就用直出 JPG 就行了，因为它的弱格式跟直出 JPG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现在的录屏就是 X200 Pro 的直出 JPG 的效果，注意是 JPG 不是弱格式。它的 JPG 经过多帧合成、经过计算摄影之后，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而且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继续调整它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它是 JPG 照片，但是也不影响你的后期，你可以继续调整整个照片的色温啊、白平衡啊，也可以调整局部的颜色，甚至是下重手进行各种特效的调节，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手机直出的 JPG 都可以做到这些。之前就专门做过2期手机和手机弱格式的对比，做的是小米跟 iPhone 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那2期节目，那2期节目聊的已经非常细了。那么总结这2台设备，如果你是用相机拍摄的话，就别用 JPG 拍，用弱格式去拍摄；如果你用手机拍摄的话，就直接用 JPG， 用弱格式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它的效果跟 JPG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夜拍方面，24-240这颗镜头在上期就给了我一个小惊喜。它作为大变焦的小狗头，它的光圈非常小，它的夜景表现呢就全靠着 A7M3 的全画幅跟那撑着呢。但是它的防抖呢其实还可以啊，在极暗环境下的表现呢是比我想的强得多的。那 vivo 的 X200 Pro 呢，作为夜景比较好的手机呢，也要到极暗环境才能发挥威力。前面这些城市的测试环境，2个设备的表现都是不错的。虽然说这些环境呢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大光比的夜景场景啊，2个设备在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要说一下啊，不用仔细对比两边在局部画面中的细小的区别啊，因为相机那边主要是弱格式拍的，拍完之后还经过了微调，它的调整范围还是很大的。两边如果谁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确实是有损失的，那么我一定会提出来。现在呢，他们在细节呈现方面确实非常接近啊，颜色的区别嘛，就更好说了啊，就是调整的问题。区别比较大的是这种昏暗的场景，相机那边也是手持啊，没有用架子。手机这边呢，当然也是拿起来直接就拍的。那拍完之后，细节呈现方面，你们觉得哪边更好呢？虽然说相机这边噪点更多啊，但是细节呈现确实是相机这边更好。那如果在电脑上你能再等个10秒、20秒，给相机的照片再进行一下去噪的话，那么它的效果还能再好一些。现在是城市环境长焦的表现，相机这边是50焦段，手机是2倍的数码变焦，它们的效果都还不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还行。现在相机是85焦段 ，vivo 是3.7倍的光学镜头，两边在暗部跟亮部的细节呈现方面也都是没问题的。但是 vivo 那边的暗部啊有点过亮了，看着不太好看，对吧？那么现在呢，相机是240毫米焦段 ，vivo 是10倍的数码变焦，同样的两边亮部跟暗部的表现也都挺好的。现在长焦镜头来到了城市比较昏暗的环境啊。现在相机这边呢是85焦段 ，vivo 那边是3.7倍的光学镜头。那么解析力方面哪边更好呢？看不太清楚的话，那把相机那边做一下降噪再看一下啊，其实都差不多，对吧？两边的表现半斤八两。那要相机来到了240毫米 ，vivo 来到了10倍数码变焦呢？这个时候在细节呈现方面嘛，还是相机更厉害一些啊。那下面就是极暗场景了，手机的主摄呢也要打开夜景模式了。老实说，240这颗镜头，以它的3.5的光圈以及我全手持拍摄啊，其实也就等于拿起来就拍了，它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比我一开始预想的要强很多，没想到也能拍出这么多的细节。当然，这基本上都是 A7M3 全画幅感光器的功劳。那如果当时我用的是一个大光圈的牛头，比如说 f1.2、f1.4 这样的镜头的话，那成片效果可要比现在强太多了。那么在这种极暗的环境下，全画幅相机配上一个小光圈的狗头，对比夜景模式比较优秀的手机，这种对比形式呢，希望已经给了您足够的参考。视频录制呢，这回由于有相机的加入呢，统一采用都是4K 的格式录制的。那么在走路的过程中啊，就是全是手持的情况下，相机这边的防抖呢，确实是没有 vivo 的好。那如果静止不动拍呢，就稍微轻一下镜头的话，两边的清晰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防抖依旧是 vivo 这边的表现更好。当然了，相机那边是最广的24焦段，手机这边呢是主摄啊，没有用超广角，因为相机它没有超广角焦段嘛，所以这方面呢还是手机有一定优势。现在相机是50焦段 ，vivo 是2倍的数码变焦，清晰度方面是相机的清晰度更高，但是防抖依旧是 vivo 的表现更好。现在相机是85焦段 ，vivo 是3.7倍的光学镜头。如果静止不动看的话，就是把画面暂停的话，解析力还是相机那边更高 ，vivo 这边的锐化呢更重一些，但是防抖依旧是 vivo 的好。现在相机是240毫米焦段 ，vivo 是10倍的数码变焦，但是 vivo 数码变焦的4K 录像的解析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防抖依旧是 vivo 的更好。夜晚的录像 ，vivo 那边我忘了调4K 了啊，用的就是1080p，但是防抖方面依旧可以看出来是 vivo 的更好，而且清晰度方面呢，也是 vivo 比相机那边强点哦。相机那边是24端 ，vivo 这边是主摄的表现。现在相机那边是85端 ，vivo 是3.7倍的85镜头。防抖方面依旧是 vivo 的更好，高光部分虽然说 vivo 的颜色不对，但是高光压制呢还是比相机强一点。现在相机是240毫米 ，vivo 是230毫米的10倍数码变焦。相机那边的录像呢，可以根据环境光自动改变曝光值。vivo 这边的表现也不错，高光压的也挺好，清晰度也挺高。这回两边的防抖啊，差不多了。看完录像对比，是不是感觉手机的录像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要是算上景深的话，那么景深呢，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录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改变光圈来调节景深。不同的景深也可以营造出不同的镜头语言，在这方面，相机可就比手机强大的多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
手机自然是非常的便携，它的通用性是非常强的。相机这边呢，虽然不便携，但是它的操作是非常丰富的。不过这2种设备啊，都能让你参与到摄影中来，也都能让你学习摄影，那就看您的需求了。真心希望前面内容对您是有帮助的。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拜拜。